深入3个身体锁。所有的瑜伽练习都有一些共同之处要遵守。首先是正确的姿势，第二就是身体锁。什么是身体锁呢？为什么要应用身体锁呢？身体锁有什么用处？瑜伽快报，快乐地向你报告。你好，我是明珠。瑜伽快报，我们用瑜伽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。首先，让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身体锁。3个主要的身体锁：脖子锁、横膈膜锁、跟锁。所有的3个锁一起应用，并结合正确的体式和专注力时，被称为大锁，伟大的锁。我们需要正确和适当的应用这3个锁，然后就能进入被称为伟大的锁的境界。这种瑜伽是圣人和大师们的精心设计，是通向崇高和快乐的最快途径。现在让我们来探索为什么要应用身体锁。锁又称为班达，班达身体锁是锁住身体不同的区域，用来引导 prana、普拉纳和 apana。什么是普拉纳和 apana 呢？普拉纳是流入身体和能量圈中的能量，而 apana 是向外流出身体的清洁能量。它们是能量的创造性和清除性的2种品质。这些锁是练习者用来积累练习功效的基本技术，它可以建立平衡，这对整个身体和心智的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。瑜伽士把这种现象描述为开启进入中脉的能量流，也就是脊椎通向大脑的中央通道。一旦这种流动和循环得以确立，昆达里尼能量就苏醒了。昆达里尼被称为灵魂的神经，当它被唤醒，我们的灵魂就被唤醒。昆达里尼它被堵塞在海底轮，也就是所有脉轮中最低的脉轮根轮。除非昆达里尼灵魂的神经突破了海底轮的阻塞，向上升起，达到在我们意识中具有超意识的阶段，否则一切是行不通的。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电脑和神，也就是最大的电脑，直接连接起来，然后所有的事情就会自动运行。为了使昆达里尼能量的通道自由地流动，有3个结，或称为门，必须被打开。我们可以把它们和脉轮结合起来看。第一个门布拉曼结是在第1个脉轮，第2个门维斯奴结是在心轮，第3个门希瓦结是在眉心轮。身体锁对打开这3个通道至关重要。昆达里尼瑜伽士是一个种子能量的瑜伽士，它应用调息和身体锁来创造静止的境界，修尼亚的状态，空无。进入这样的极境，一个种子被植进，创造了一个新的节奏或生命模式，因此昆达里尼能量流动了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介绍脖子锁。练习昆达里尼瑜伽，我们必须练习脖子锁，就是拉直颈部，保持脊柱和脖子完全挺直，不要弯曲脖子。这是第1个最基本的，同时也是最常用的身体锁。作为一个常规，我们要在所有的唱诵冥想和大多数调息练习中应用这个锁。每当我们做外屏息或内屏息的时候，都要应用，除非有特别的说明。如果在冥想中我们不把脖子锁住，我们就无法自然地调节经纬和生理的能量循环，
突发的能量流可能会过分刺激神经，并使其他脑细胞过分活跃。如果没有脖子锁，调息产生的能量可能会流到耳朵或眼睛或其他地方。在瑜伽经典中，他强调脖子锁能防止大脑的甘露过快的流失。Jalenda 是指向上拉起，能开启大脑甘露之路分泌之门。脖子锁的应用使这些内分泌加强了浓度，并进入一种新的层次的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。脖子锁的美妙之处在于，它能打开脑干中骨髓能量，这会展开整骨的疏导功能，使脊髓液有效的上升，并在脊椎的中央通道中集中起来，这样就开启了松果腺和脑垂体的能量。脖子锁的益处，它封住了脑干上部区域产生的能量，它可以防止有时由于运动或呼吸所引起的血压过度变化。它起到安全滑的作用，减少有练习可能导致的头晕。当我们保持脖子锁的时候，更容易专注于内部的感觉和感知，而不会受到周围骚扰的影响。它会产生刺激和平衡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的神经反射，它引导普拉纳 prana 的能量流进入通过脖子的中央通道和相对于心脏的中央通道。应用脖子锁，心脏能够保持平静，能量流动是自然的，有助于保持住位于下巴部分的叶球中心的能量。现在我们要来介绍怎么应用脖子锁。舒适的坐好，脊椎保持挺直，向上抬高胸部和胸骨，同时柔和地伸直脖子背面，并把下巴拉向脖子背面，头部保持水平，并处于中心的位置，不要倒向前面或歪向一侧。脖子和喉咙的部分的肌肉要处于放松的状态，脸部和眉毛也要保持放松。只要改变下巴和胸部的相对位置，这个伸展就能自动的完成。现在让我们来认识根锁。在大部分昆达里尼瑜伽的练习中，有一个基本的法则，就是我们要应用根锁。如果一个人会应用根锁，只要锁存在，他就变得无敌。你知道什么时候应用这个锁吗？当我们累得要命的时候，或紧张时，你处于一种你无法站立的状态时，你将分崩离析时，或你感到头晕目眩时，应用根锁，你会有惊人的能量。根锁它就像在脊椎底部的一个水压阀，它协调刺激和平衡与直肠、性器官和丹田有关的能量。根锁它将多余的性能量重新转化为创造力和身体的修护。如果缺乏性活力，这有助于纠正它。这是决定要将能量传递到大脑或他人身上的地方。它的主要功能在肚脐的区域，将普拉纳和阿帕纳能量融合。根锁能改变通常向下流到第一脉轮的阿帕纳的流动方向，使它和向下的普拉纳能量在肚脐区域融合在一起。这种融合产生一种内在的热力，使通向中央通道的门户打开，这样能量就能沿着中央通道向上流入脊椎。它能够开启从粗糙向精微转化的过程，它能刺激脊髓液适当的流动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根锁的做法。首先收住肛门的括约肌，感到那些肌肉群被向上和向内提起。这些肌肉被缩住和移动以后，
在缩缩生殖器周围的区域，你会体验到耻骨轻微的上提和内转，就像试图通过收缩我们的尿道来终止尿流，然后朝向脊椎收缩下腹部的肌肉和丹田。这3个动作同时以一种顺滑、快速和流畅的方式来完成，这就是根锁。根锁既可以在内屏息，也可以在外屏息的时候做。根锁和横膈膜锁的区别在于，横膈膜锁的丹田区域是不收缩的，而在根锁中它是收缩的。现在让我们介绍横膈膜锁。横膈膜的英文字叫做乌达雅纳，它的意思就是向上飞起，它是指下腹部的能量向上飞起。横膈膜分割了胸腔和腹腔，这既是一种生理上、肌肉上的分割，也是一种能量上的分割。横膈膜的分割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分割。横膈膜以下的功能更偏向于无意识和反射性质，横膈膜以上的功能则更有意识，更具灵活性。横膈膜锁能穿过这个身体中部的分割，它综合了上下2部分情绪上的性质，使普拉纳能量的循环流动进入中央通道。横膈膜锁的益处，这个锁直接按摩肠道和心脏肌肉，它能够刺激身体的清洁功能，具有去老还童的功效，放慢身体所有衰老状态的出现。它有助于增强和保持位于太阳神经丛的太阳中心的能量。当我们拉住横膈膜锁时，它能够强化身体中的火元素，并打开心轮，我们会更容易具有慈悲、仁慈和耐心。你知道我们是如何从地下抽石油的吗？是把石油压上来的。就像那样，我们的脊椎是一个能量的阶梯。首先，根锁把阿帕纳带到肚脐昆达尼尼的中心位置。其次，横膈膜锁再把它带到脖子。第三，脖子锁来完成其余的部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横膈膜锁的做法。不要在胃部饱胀的时候练习这个锁，只能在完全呼气以后再应用这个锁。舒适的坐好，深深的吸气，然后完全的呼气，把所有的气都排出去。把整个腹部区域向上、向后拉向脊椎的方向，尤其是丹田的上方。虽然丹田被向上拉，但本身并不收缩。在应用横膈膜锁的时候，不要塌下你的胸部，相反的要抬起胸部，轻轻地把胸椎下方和腰椎向前推。根据你的耐力，有力地保持这个上提的动作10到60秒，不要过分。应用的过程中，始终保持内在的沉着和平静。要松开锁的时候，放松腹部，然后再慢慢的吸气。这个时候不要松开紧锁或抬起下巴。你也可以站着练习这个锁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样做更容易独立地使用这些有关的肌肉。站直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然后稍向前弯，微微地抬起胸部，然后应用这个锁。大锁，什么是大锁？大锁是在呼气之后，同时应用所有的3个锁。当应用所有锁，身体是处于一种极佳的愈合状态。据说练习和掌握这个大锁可以治愈很多疾病，血压不正常、经痛、血液循环不良。
节律失调、遗精以及过多白日梦，它使腺体、神经和脉轮重新获得活力。如果我们知道如何锁住3个锁：根锁、横膈膜锁和脖子锁，我们就可以平衡我们的能量，并穿透想治愈的任何一点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带见。